解決功能困境，常年存在識別不一、沒有解析度問題。現在的商標通通可以標準化，有專業的人還出來詐欺，是他媽最噁爛的。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本身是書法大師，也是政治家。他早年呢就是加入了同盟會啊。他從1948年呢一直幹監察院長啊，幹到1964年，他是行憲後首任監察院長。從1930年一直幹到1964年啊，整整34年啊都在幹行院長。那他個人的特色呢，就是那一把大鬍子啊，一直活到了1964年啊，算是相當的長壽。就是我們的於右任先生，於右任被認為是當代草聖啊。這個寫字非常的好看，而且呢並不貪財。這樣的說法，為了求墨寶嘛，他也不愛收那個論筆費啊，所以呢，基本你送西瓜，他就送你墨寶，那是他個人特色。當時在1950年代呢，當時店的總經理啊，為了希望給台電一個 logo， 所以呢，知道於右任於老啊喜歡吃西瓜，特別去挑了2顆特大的西瓜，來去送給於右任。看到西瓜，當場一定要把它剖開，沒吃個2口了，他心情不舒快，所以呢，看到西瓜呢，啪就把它剖開，剖開之後一吃，好瓜，吃了瓜。馬上就寫字，吃西瓜不會自己珍藏，他喜歡分給大家，所以在場每個人都會分到西瓜哦。所以有人說啊，於右任有個特色叫什麼？一生愛瓜，見瓜即開。然後呢，當場就揮毫寫下了。台灣電力公司它有個特質，它是把中間那一橫啊給連了起來，意思啊，台電是不斷電的意思，一口氣一豎就把它連下來，這樣勾起來，對不對？一般電是要斷開的嘛，他說不斷電的意思。然後另外啊，台電這裡還有一個特色 ，logo 裡面閃電是2個閃電，這撇2次。新的閃電是1個閃電，為什麼當時台電這個電這樣一拉，箭頭往下，新的台電是勾起來的，所以它還是有一些差別的，所以它把 logo 字體都重新改過。大家發現說奇怪，那台灣電力公司這個電不是好好沒事改這個幹嘛呢？這1月跟5月賬單翻起來不一樣。更好笑的是什麼 ？logo 改了也就算，字體改了也就算了，他媽的賬單還變綠色的，把於右任改了，然後還把賬單改綠了。那這個事情其實討論非常的激烈。過去啊，他是台中高職啊機械製圖科，台灣科大工商業設計系，台藝大媒體應用研究所肄業啊。然後他有去過衛普皇家藝術學院進修，倫敦大學金匠學院啊，但是都是肄業，都沒把它讀完啊，就去過個水。得過金曲獎的包裝獎啊，也是國際平面設計聯盟首位台灣會籍成員啊。不過就大獎這件事情來說，不算是這特別多，但是他確實是這幾年接了非常多的這個政府的標案，他入選了國際平面設計聯盟。是他的學術地位，然後得過呢，受邀擔任國際紅點設計獎、日本 Good Design Award、台灣經典設計獎的評審哦，在金曲獎21、25、26屆這個最佳專輯設計獎、經典設計獎22、23、25年。卞有貞呢，近年來頻繁參加政府單位公益事業的標案及視覺設計優化方案，台電中油、台灣設計展、台中綠美圖、台電80週年速發布。2016總統大選設計主視覺，幫蔡英文設計點亮台灣系列，所以他從出生屁股就坐歪的，一屁股坐在蔡英文的境地上了。內政部身份證設計獎擔任評審，金馬獎、金鐘獎多次操刀50屆具紀念意義的主視覺，新一代設計展2021、22連續操刀主設計獎，獲得金年獎肯定。威尼斯建築雙年展負責台灣館設計獎，國際發聲台灣 Can Help 集資廣告設計，他最顯要的功績就是2016年擔任蔡英文競選設計團隊點亮台灣系列。如果遇到這個事情，他低調也就算了，他呢又不願低調，他還呢硬要幹這樣的設計。要96萬，將近100萬，而且明顯在規避100萬的一個監督的門檻。大家當然質疑他，你聶永真，你到底在設計什麼？聶永真說啊，避免被歪樓，首先跟泛政治化無關。關於設計成果，一直以來這是一體兩面，每個人的喜好批評啊，理性評論本來就是開玩笑，我完全不會走心，結果是同事在走心。我們除了標到台電這個案子，近期我也和不同的政黨團隊，如台中綠美圖、彰化台灣設計展、台北當代藝術館合作，問心無愧，也會全力以赴。也謝謝大家的熱烈回響。這是國民黨啊，廢，他的一個屁股就坐歪在民進黨，那你們就喜歡拿錢給他耍，他最後拿到錢之後，政治獻金或者是其他方式又把錢投回去給誰？那民進黨選舉的時候拿這個錢來揍你，我跟你講，這就是台灣哦，就是國民黨最垃圾的地方。這個事情爆出來的時候就算燒了半個多月吧。如果他面對這件事的方法是什麼？他先說與政治無關，他其實就是把它政治化。避免大家檢討他，就是說講白了，你他媽藍營就是這樣子，活該被人家拿來當擋箭牌啊！被跟風民進黨，然後民進黨愛用的設計師，你在那邊跟着愛用，
台電標誌優化案起源最初是為了解決原標誌功能困境，因早期製圖與當代應用落差巨大，常年存在識別不一的問題，舉凡鑄鐵維修孔蓋、變電箱噴漆、極小印刷品、立體刻字招牌，常常為了不同媒介而有所需要調整。這也是為什麼鑄鐵維修孔蓋可以在路上找到非常多版本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因為製圖工具的發展，也有機會可以產生更精準的數位製圖圖案，也讓更多媒介可以使用。現在的檔案 SVG 檔、PS 檔用的是向量，沒有什麼解析度問題，好嗎？但是白痴嗎？現在的商標不管什麼奇形怪狀，通通可以標準化。有專業的人還出來詐欺，是他媽最惡爛的。我跟你說啦，1965年，民國54年元旦發行台電月刊第25期中，有一篇由作者子成所寫的專文《幼老墨寶與台電》。詳細記載，1953年，民國42年，台電同仁帶着2張上好的宣紙，親自登門前往於右任官邸請托寫字。於右任不僅一口答應，在不到3天內就親筆寫好台灣電力公司6個大字，2顆大西瓜抽。台電同仁為了表達感謝，帶着2顆重達36台斤大西瓜致謝。於右任收到西瓜之後，沒有收進倉，立刻請傭人剖開，當場分給在座所有賓客一同品嘗。那為什麼會有非真機的說法？台電官方後續清查史料，給出答案。1992到93年，台電首次制作企業識別系統，當時公服處尋找於右任墨寶原稿，經歷40年，原稿已經遺失，因草書真機多年反覆印刷有些模糊，台電員工便從收存的各種印製品中收集字樣，選出6個最漂亮的字，重新臨摹書寫排列。因此，民眾後來熟悉版本雖然骨架是出自於右任真機，但實際上出自當年台電員工臨時重磨之筆。所以，台電員工的史料證實字體絕對是於右任特別為台電留下的珍貴文化資產。當年2顆大西瓜也為這段企業識別史中最具人情味的一段佳話。資料參考：樂聯網台灣的新 logo 引發盛世之爭，史料證實台灣電力公司確為於右任親體。中時新聞網聶永真稱台電標案低於行情，吃力不討好，他看不下去，回敬7個字。中商時報獨家幕後：33年前台電 CIS 制作故事始末，那6個字其實來自他。愛傳媒台灣 logo 換掉於右任字體，卓榮泰臉書卻引用他的名言。這6個字的由來，撇開近年的新聞稿，最權威的證據藏在半世紀前的台電月刊裡。以下2010年前的關鍵詞：1965年，民國54年1月1日，台電月刊第25期，文章標題：幼老墨寶與台電。作者指成關鍵內容。這篇是目前已知最直接、最早的文字記錄。文中詳述，民國42年1953年，台電同仁為了公司行號的招牌，帶着宣紙前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24巷1號的於右任官邸請字。細節描述，文中提到於右任當場允諾，並在3天後交稿。台電是以2隻大西瓜回贈，右老隨即剖開，與在場賓客共享。這篇文章定調了這組織是親自揮墨而非集字。1983年，民國72年8月，台電月刊第248期，文章標題：台電與書法。關鍵內容：這篇回顧性質的文章再次確認了台電與右任的這段姻緣。在當時80年代初，台電內部能有前輩口耳相傳這段請字的往事，並將其視為公司文化的一部分。這證明在2010年所謂的集字說盛行前，台電內部的認知一直都是真機傳承。1993年，民國82年，台電第1代 CIS 內部設計檔案。歷史背景：這是台電歷史上第一次進行系統化的企業識別整合，由當年的設計顧問公司執行。關鍵細節：當時的設計報告中提到，由於1953年的原稿在常年的翻譯與搬遷中遺失，設計團隊為了標準化，不得不從早期辦公大樓如舊台電大樓遺留的字跡中進行數位整修。這也是為什麼後期2020年左右會有設計師誤以為這是集字的原因，因為當時他們接觸到確實是修整過後的數位稿。這段史料的價值在於，它不只是設計圈的討論，而是實實在在的企業文宣史。雖然它是集字，但是所有的集字均來自於多年以來台電所使用的各種模具所印出來的字樣，而這個模具的原始全部都是於右任先生的原本的字跡所制造出來的。所以所謂的集字，它的來源全部都是同一個原稿去制作出來的模具的印字。透過這個印字，只是因為印的會有一些偏差，會有一些公差的問題，所以重新挑了。但是這些都是原始字樣。內容在講什麼啊？媽的，這個堂堂的大設計師領了快100萬。
公然造謠，道歉也不道歉呢？還是會事實又有脫節啊？今天台灣會爛，就是這一大堆啊專業人士啊，每天拿着自己的專業招搖撞騙，要連到了極點，頂着專業啊造專業的謠啊，前面那麼響亮，歷史也敢造謠，還抹黑於右任先生做的事情。我跟你講，民進黨這種德行啊，他這個過分到極致啊，到現在不願修改，明明錯的離譜，不願修改，還要繼續抹黑於右任。上我們進行了企業內部所提出的轉型契機，因應當代媒介進化、數位媒介需求與紙媒的變遷，除了針對原型閃電 logo 的清晰辨識度進行調整外，也為台電建立一組屬於自己真正專有的識別上更通用的企業標誌字，進而自信的走向下一個當代。當然，企業本身有一定結構性與認同的包袱，這也是為什麼新修版的標準字仍加入了於右任原法鐵字體的中宮極端點特性的連結。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委托了台灣非常專業的字體設計師進行了協助與修調，謝謝他讓標準字的細節、灰度與結構上在現有條件下取得適切的平衡。拿個幾張圖給你唬一下，假裝有認真。他說：“你看這個下面是黑體字啊，那你台灣電力公司的電就該把那條電給貫穿。還有，你為什麼台電的電你人家本來是個箭頭，你要把它改成一勾？如果真的是這樣，你就講清楚。最關鍵的那個電，就代表說他根本連於右任原本的故事都沒有，就是純粹奔着抹黑而去嘛。因為於右任在他們認知裡面，這個是中國人嘛，國民黨的嘛，棄如敝屣，找了半天找不到什麼跟於右任真正的連結，就是這樣啊。講白了就是如此嘛。好，感謝我們得票之後台電窗口一路的支持啊。台電組織龐大，企業辨識度更需要花相當多時間進行內部溝通，甚至包含工會協調。這個案子之前很難想象一間公司的規模複雜度，精簡化還需要在3種名片版型，名片本身也有專屬的說明小冊子。這個名牌辨識2025年初就已經結案，由於台電一直以來的政治議題操作，所以辨識標誌在應用就有比較趨緩的方式陸續上架更新了。為什麼每次都是我們不給年輕人機會？這是中央招標，如果有人做比我們好，並取得標案，我真的心悅誠服，非常開心。那公家機關的案真的很少做，阿彌陀佛，有沒有？他還說他什麼？他好辛苦，你們就不要來找我，劃清界限啊！我說啊，國民黨、民眾黨、國民黨，如果這在野黨再去找立委，就是賤，就看看還哪個縣市啊？好，他都告訴你要劃清界限的啊。知道这是一代草圣的體制，接下這個任務時其實也很擔心。接下來解釋，我想要最大程度的保有娛樂原版的特色，但是又要兼顧現代與未來加工的方便性。我這邊必須幫聶永真說一下，他做的標準字並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參考於右任原稿進行現代化，其實某種程度上是尊重原設計的。然後闡述這個設計的起點、思考過程與方法，雖然不一定能讓大家滿意，也能明白很多人可能更習慣於右任版本，但自己的團隊也盡力完成的作品也充滿自信。簡單講就是不要回避歷史，不要刻意去神話，這個動作反而會激起人的不滿，不要給人的感覺就好像是中共整天在搞文化大革命，破事就有立事情，那真的很讓人反彈。明明可以皆大歡喜、兩全其美的事情，非得採右任體制一教，非得直接間接貶的中國文化書法，用這種態度只能說眾怒也剛好而已啦。台電現在出來幫忙開脫的說法也只是火上澆油，這一切的背後都跟當前政府的態度與立場離不開關係。錯了不能認，永遠不能誇獎跟中國有關的事，過去的歷史都是黑歷史。綠營要抱怨這種想法繼續前進，歡迎啊，請繼續下去，很期待。是啊，你看，我覺得這邊其實很中肯，非常中肯。台灣如果多一點這種善良就好了，就不會被這樣踩。是哦，因為台電公司本身我們會因應這個用戶的種類哦，還有就是它可能一個繳費狀況，我们會有不同顏色。比如說像我們如果說一般的用戶，他的電費單可能就是藍色的。那如果是說像高壓的部分就是紫色。那如果說原來也有綠色的用戶，他是可能是比較屬於臨時用電或者是這個欠繳的一個用戶哦。那本來就是有這樣不同的顏色。那因為今年這個台電80週年，我們希望就是說，因為有民眾他注意到，就是說，我們在5月開始這個電費單它就是一個藍綠色的一個呈現，這個其實是搭配我們80週年的。綠色就綠色，硬要給你扯藍綠色，那有花到錢嗎？這個不會，因為這個我們原則上它就是會。像這個賬單這個部分就會依照原有的這個印制的一個流程，所以不會有額外的花費。台灣電力公司這6個字採用的是書法風格，不過為了迎接新的企業識別，台電是砸了近100萬來換新字體。很多人都發現賬單上已經正式告別書法風格。就怕這掛了超過80年的老招牌，未來也可能撤下換新。路過民眾還特地停下來，拿起手機，生怕哪天真的成為回憶。我覺得這個國寶、墨寶啊，就應該要保留，因為這個歷史蠻久了，對吧？80年。
有紀念啊。過去由一代草聖書法大師於右任題字當作 logo， 如今無論是官網還是賬單，都從過去粗獷的書法風格換上由知名設計師聶永真操刀的現代字體，整體看起來更簡約、更乾淨，卻也掀起爭議。感覺像那個 Word 檔的那種，很浪費，這個沒有必要吧？這個對呀，我覺得沒有差別啊。我覺得改這個字花這些錢是浪費，沒事做這種沒有必要的花錢的。畢竟台電連年虧損，金額累計高達4000億，在財務壓力下又花錢做新設計，被吐槽這次 AI 幾秒就做得出來。對此，聶永真也在臉書洋洋灑灑發了1000字長文。關於這次台電改標的爭議，聶永真過去承攬了一些政府機關國營事業改標案也被找出來。不過其中有個爭議點，這就是包括經濟部和監察院的改標案，得標的都不是聶永真的永真機制。那麼問題來了，那些案子怎麼到聶永真手上的？21年經濟部發布了他們改標的新聞，說配合組改，除了經濟部，他們旗下5個改組的署也一併改標。我把他這5個署中4個和監察院、台電改標放在一塊，他們不能說是很像，幾個改標案卻可以分為3大類。第一，聶永真自己投標的，比如說台電；第2類得標是台灣設計研究院，包括經濟部、監察院、貿易署都屬此例。至於其他的，我沒找到標案，不知道是自己改的還是放在其他我看不到的地方。從這裡可以發現，聶永真承接政府的案子，其實主要不是透過自己投標，而是與台灣設計研究院合作。那麼台灣設計研究院就是何方神聖？根據維基百科介紹，台灣設計研究院是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設計產品推廣處逐漸演變而來的。2020年時，蔡政府改制為台灣設計研究院，成立的目標是協助擬定國家設計政策，輔導推廣台灣設計產業。看起來應該是個協助政府制定政策、推廣產業的單位，但結果卻不是這樣。20年成立以來，這個單位總共投了101個政府案，中標98件，金額超過25億，中標率接近98%，也算是投一個中一個了。這就是蔡英文最厲害的地方，因為蔡英文很懂得體系化貪污，就是跟李登輝學的，就怎麼從體制內搬錢這一點，他媽真的他很厲害。所以我才講啊，如果說國民黨跟民眾黨就藍白在26年、28年不能贏的話，他們看真的這個2個政黨可以偷出去解散啊！你乾脆讓民進黨拖去槍斃算了，因為你們沒屁用。講實在話啊，所以我說衝康仔繼續亂，他就真的會把台灣給害死。不過從聶永真自己寫過的2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來，台灣設計研究院去投標的模式是找民間業者和一起合作。但是問題來了，在得標率這麼高、涉及的金額又如此龐大的情況下，台灣設計研究院到底是政策制定者、產業推動者，還是資源分配者？從結果看，顯然更接近資源分配者。台灣設計研究院投標幾乎保證必中，所以他要找誰合作，誰就成了利益共享者。從這看來，聶永真還需要自己投標嗎？你看哦，這更惡劣。台電的標案真的是漏網之魚啊！應該是故意配給他，就是為什麼要配給他？因為聶永真根本不用自己投標，他完全就是坐享其成，爽到爆。98件，一件超過2500萬，這不要叫綁標圍標了，根本就可持續性竭折。有時候我說蔡英文真的很可怕，就是這樣。聶永真在他一篇談監察院標案的文章裡，還說他們得標前很忐忑，不知道是否會得標。至於台灣設計研究院和聶永真的合作關係，大家谷歌或者是問 AI 就知道了，連台灣設計研究院的 logo 都是他設計的。這裡要強調一件事，這不是質疑聶永真的能力，而是一個國家成立的單位和民間公司搶標案，然後在沒有任何標準的情況下，決定自己拿到的資源可以分配給誰，這真的沒有問題嗎？一個政府成立的財團法人，整天幹這種事情，得標金額25億，未得標金額1億3000萬，假裝一下沒得標啊！我真的覺得扯爆了，這是什麼樣的一個爽單位？所以你看，民進黨為什麼執政可以這麼牢靠？藏在方方面面，就想編貪污，你都編不出來啊！我們政府很有錢，真他媽的有錢啊！幹他媽真會挖錢啊！想都想不到他們怎麼挖錢，他們用盡各種方法在政府裡面挖錢，而且全部合法合規。他就為了逃避採購法啦，所以故意比100萬少一點。但是問題是，他那個台灣電力公司，這完全是黑政府的錢嘛。他那個台灣電力公司那種改法，比於右任那個能夠比嗎？右任的墨寶比起來，真的是差太遠了。哪有人把於右任那麼好的書法改成聶永真那個？像好像你們用電腦打字就可以打出那樣的字體。其實我最不爽是他去黑於右任，他說那個是黑於右任的極致，那明明是於老當年收了西瓜之後的墨寶，而且我這一輩以上的應該都聽過於右任愛吃西瓜的故事。我就想說，我記得我國中
中提供於右任的，怎麼可能？跟民進黨久的人，不管哪一行哪一業，都會變得很 low 啦。要講人家如果一比較於右任的台灣電力公司跟他的台灣電力公司一比高下立判啊，對不對？沒有改的必要啊。可是他問題，他還要去爭辯，認為他的價值可以更高，這是很無恥嘛。這民進黨的人，只要跟民進黨一接觸，都變成這種貨色了。他民進黨也喜歡這種貨色的人啊。他說我問心無愧，他心是黑的，當然都問心無愧啊。不是他這個壞是壞在說為什麼要說謊，為什麼要去黑於右任？我覺得你今天拿了標，你就電力政長，還在那邊爭辯也就算了，根本就1秒鐘就 Google 跳出來的東西，你這種有什麼好凹的？